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大瓜现身，杨紫疑似恋上好友刘雪怡，吃饭角度颇为暧昧。8月10日，内娱八卦博主吃瓜妹子张小涵预览了大瓜头条流量，列出了10人的榜单，微博粉丝超3000万的开胃菜，10颗星确实是圈内顶尖，这也是人们所期待的。11日第一早，娱乐圈张小涵给出了进一步的提示：炒洋潮名单缩小到4位洋明星，分别是杨洋5600万粉丝、杨紫6000万粉丝、150万粉丝杨紫的粉丝、150万杨洋的粉丝。名单被缩小为姓杨的4位明星，分别是拥有5600万粉丝的杨洋，拥有6000万粉丝的杨紫，拥有1.12亿的杨幂和拥有1.04亿粉丝的杨颖 AB。随着群众的议论声越来越高，狗子队又一次把范围缩小到了杨3女之一，不包括唯一的男星杨洋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圈里好朋友、星粉等线索的陆续揭晓，答案也越来越清晰。主角是演员刘雪怡，女主角是女顶流，桌子上还特意放了一个猴人偶，原来瓜子就是主角杨紫。男演员，1990年出生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，是欢瑞世纪传媒旗下最炙手可热的艺人之一。2013年参演电视剧《上官婉儿》，在玄幻剧《青云志》中饰演萧逸才，在神话剧《天眉白蛇传》中饰演魔帝战皇，在谍战剧《秋色》中饰演林小庄禅。刘雪怡的绯闻，最近一次是去年9月，2021年被狗子拍到与王思聪的前任演员张雨绮进入一栋公寓，并在里面待了一夜，然后离开家以下早上，在一段相当亲密的关系中。或许是因为好奇程度不高，两人的绯闻并没有引起波澜。后来女方还澄清说他们只是住在同一个街区，只是为了上门。其实关注杨紫和刘雪怡的网友都知道，两人因为《青云志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但不是情侣，而是好哥们那种兄弟情。据悉，杨紫与刘雪怡相识11年多，每年生日时都会互送祝福，类似于9月9日纪念山东兄弟之类的事情。上个月7月，杨紫还给对方留言过生日。杨紫和刘雪怡私交甚好，合作过好几部剧。他们的关系不像恋人，但在一起吃一块蛋糕就够了。如果他们真的从兄弟情谊走向爱情，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。在主播们质疑这个瓜不行的同时，狗子队张小涵更是曝光了两人的更多撩人画面，证实了两人的约会。两人曾在摄影师曝光的短片中看到深夜和凌晨，刘雪怡身着休闲装去杨紫的公寓约会，剧情略显暧昧。不过，虽然模糊不清的视频从某种角度来说很容易让人误解，但似乎那天晚上的晚宴上还有其他人，并没有拍到拥抱或亲吻的照片，所以证据并不成立。太有说服力了。自从2018年8月与演员秦俊杰正式分手后，杨紫确实陷入了漫长的感情窗口，身边没有新的桃花绽放。一向受异性欢迎的她，一直传出与李现和肖战的恋情，但大多都是网友脑补的剧情。不知道这一次是否真的迎来桃花运。02，杨紫恋情疑似曝光，和刘雪怡吃一块蛋糕，两人连续多年互送生日祝福。8月11日，被知名娱乐媒体调侃的5000万头流量瓜终于来了。媒体晒出刘雪怡和女演员杨紫一起吃蛋糕深夜去女方家的视频，疑似恋情曝光，引发网友热议。视频中，刘雪怡做完核酸后开车离开，但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另一栋楼。据媒体爆料，刘雪怡去的楼层正是杨紫住的地方。直到凌晨2点30分，刘雪怡敌不能离开杨紫的家。随后，媒体晒出了一段杨紫等人在家为刘雪怡庆祝生日的视频。当天，杨紫扎着马尾，身穿绿色上衣现身男子家。这段时间，杨紫主动靠在刘雪怡跟上，对方去拿酒回来晚了，她也会主动上前寻找，可以认为是非常粘人的。不过这些动作并不是最让人意外的，当大家开始吃蛋糕的时候，刘雪怡就主动将已经吃过的蛋糕喂到了杨紫的嘴里，杨紫根本不介意对方的口水，取了一口咬，然后刘雪怡又吃了蛋糕。如此亲密的举动，让人不禁怀疑两人是不是已经恋爱了。说起刘雪怡，你可能会感到陌生，
他参演了多部影视作品，其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角色是《青云志》中的小义才。彼时与李易峰、赵丽颖、杨紫合作，也因此与杨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不管怎样，在网友看来，杨紫和刘雪怡是因为节目关系不好。早在2012年，就有旁观者遇到杨紫、刘雪怡等人一起出去吃饭。一直以来，在刘雪怡的生日，杨紫都会迅速送出禀赋，两人之间的共同冲突十分耐人寻味。而且，杨紫还帮刘雪怡跑去安排奶茶，以示关心。刘雪怡道了谢，居然还端着奶茶到杨紫一行来探班。两人的交流可以用爱慕来形容。不管怎样，刘雪怡曾经和艺人张雨绮有过一段感情。有媒体拍到刘雪怡和张雨绮出去亲自为张雨绮一起吃饭剥虾，两人的联系异常密切，思想关系被揭穿，但立即被两人否认。明明杨紫刚刚公开的心上人是秦俊杰，而这段恋情却只维持了不到2年就分手了。从此以后，杨紫虽然被人普遍认为，但她一直没有回答。这一次，她又被拍到和刘雪怡一起吃蛋糕。男人在傍晚时分才到她家，想着两人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。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，我希望两人的感情能一直走下去。我也相信杨紫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快乐。3000万顶流瓜是杨紫。刘雪怡的蛋糕是群里的，一大早回娘家就是胡言乱语。3000万顶流瓜是杨紫。刘雪怡的蛋糕被团子切了，一大早就赶回娘家，真是一派胡言。张小涵在直播间让大家知道了，尽管他没有说明女顶是谁，但他明明白白的推断是杨紫。他还说刘雪怡和女顶是共享了一个蛋糕。男人一大早就去了女方家，近40万人观看了直播，甚至一度爆红，但不少网友表示不信任，主要是因为刘雪怡和杨紫是欢瑞的老搭档，两人已经认识了大约10年。假设有什么事情，他们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就会在一起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可以没有彼此，他们是同伴。刘雪怡的心上人是张雨绮，两人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在一起了，不过应该是以前的情侣吧。刘雪怡喜欢这种气势磅礴的风格，而杨紫以她以往的眼光，更喜欢老手架的风格。这孩子看起来比他的同伴更成熟。说白了，二人相识已久，他们永远是兄弟姐妹。想不到他们俩在一起了。杨紫也普遍表示自己是单身，也有不少网友猜测杨紫讨论了2段感情，两人都是比她低的艺人，结果一般都不是很好。据估计，她不会回到以前的方式。3000万顶流瓜是杨紫。刘雪怡的蛋糕被团子切了，一大早就赶回娘家，真是一派胡言。杨紫和秦俊杰过去的恋情被认为是因为节目。同样的，他们两个在找人，他们可以选择在靠近水塔的地方采摘月亮。大约在那个时候，两人谈了几年，打算从现在开始结婚，但他们真的去了。从那时起，杨紫将在她的职业上归零。这2年她的成长非常好，目前她已经离开欢瑞，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。网上都说她没想在圈子里找人，来自外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年轻人。万一女匠人却以杨紫为名，似乎是在寻找内幕，除非男主像李承铉那样放弃部分职业，或者像唐嫣那样的杨紫逐渐退居根基，日常生活中的焦点。在典型的情况下，一对夫妇是艺人，其中一个人应该放弃自己的职业，因为当他们聚在一起过度离开时，失去他们的关系并不难。艺人不能经常回家工作。不管孙俪和邓超是否平衡得很好，孙俪几乎不会承认离开上海的戏剧。近2年，她的节目几乎每场都是在上海录制的，这并没有推迟她回家与年轻人打交道。杨紫有想通了如何走到今天，应该犹豫放弃自己的职业，家人和无数家人都依赖她工作，但她在1992年被带到这个世界，应该考虑结婚生子孩子，所以找外人是合适的。杨紫最近在圈子里追了很多人，但都没有成功。杨紫其实身材高大，她应该是在寻找一段长期稳定的感情。刘雪怡对她实在是太不讲理了，男方还在上升期，他们不会不费吹灰之力的去想婚姻，也不会在感情上花很多精力。
媒体上的关系真的不是太纯洁，尤其是明星成名之后，更多的是沉思。集团和办公室都会阻挠关系，不管是不是知名明星，爱情和婚姻都未必不稳定的。性要考虑影响，甚至代言方面，比起85花大多找同行，90花已经找更倾向于找圈外人，最好是那种工作能够天天着家的，可以支持女方工作的那种。总之，杨紫和刘学义的可能性太小了，两人几乎一点苗头都没有。有网友爆料说，江小涵完全就是拼错。首先，两人同吃一块蛋糕，很可能是剧组的生日蛋糕，那吃的人可太多了，见者有份。其实说刘学义凌晨回杨紫家，这更是无稽之谈。杨紫是与父母同住的，即使在横店住酒店，也有工作人员陪同。杨紫工作室中不少是她的亲戚，这种上门也是太不可能了。在直播中，江小涵只是称5000万女顶流，都不敢说出杨紫的名字，还在桌上摆了小猴子，真是为了流量无底线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